2020年7月12日，猫王 Elvis 唯一的外孙27岁的本杰明·基奥自杀身亡，成为了大名鼎鼎的27岁死亡俱乐部的最新成员的 27 Club。 这个幽灵般的俱乐部是众多大腕明星们27岁的诅咒，也被称为永远的27岁。今天就让 V 姐带你揭开它神秘的面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V 姐和你聊，我是 V 姐，我们又见面啦。看完上期节目的你们呀，对今天的话题也应该比较感兴趣。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27岁，你可能正在谈恋爱，或者呢在为筹备婚礼而忙碌，你可能已经为人父母，又或者在为事业而打拼。不管怎样呢，27岁都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和希望的年龄，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。可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把27岁和死亡联系在一起。在西方文化中，有个令人闻之色变的都市传说，27岁死亡俱乐部 27 Club。 这个俱乐部包含了所有在27岁死亡的名人，以流行音乐界为主，演艺界为辅，还零零星星夹杂了一些别的行业。这些人有着不同的经历，出生在不同的时间。有的人呢是国际巨星，有的人并没有那么出名，可是他们就好像同时被套进了一个死亡的诅咒。在统计学上来看这些知名人士在27岁死亡的概率庞大的有些让人费解，所以呢，这个27岁俱乐部呢便由此而来。这个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兴趣，集体变成福尔摩斯，就像今天的我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恐怖的27岁俱乐部。据记载呢，这个现象最早出现在死因不明的亚历山大·利维身上。他是巴西19世纪的钢琴家、作曲家，在1892年呢死于27岁。但是在我看来，1960年之前的案例可能都是多年之后被人们挖出来，然后放入这个名单中的。实际上流行音乐家们在60和70年代集中式的死亡，才真正形成了27岁俱乐部这个概念。据记录呢，在1960至1980仅仅20年间，死于27岁的摇滚音乐家就有26人之多。尤其是当以下的4位摇滚乐的奠基人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像约好了一般全部死于27岁的时候，人们便开始更多的去关注这个诡异的现象了。布莱恩·琼斯，英国人，对摇滚乐不太熟悉的人可能不认识这个名字，可是你一定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。 布莱恩就是最早滚石乐队的创立者之一。他精通各种乐器，在乐队中呢，主要是演奏吉他和口琴。他在当时的英国流行音乐圈里是赫赫有名，虽然之后呢被人们更加熟知的麦克泰勒所取代，可是他对滚石乐队的音乐风格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1969年6月，因为对酒精和毒品的过度依赖，他精神萎靡，无心创作，便离开了乐队。仅仅过了1个月，他就被人发现在家中的游泳池溺亡，享年27岁。吉米·亨德里克斯，看到这个名字，我想在座的很多爱摇滚的宝宝们腿都要抖3抖吧。如果吉米说自己的吉他弹得第2好，那么我想世界上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1吧。
这位大神生于美国西雅图，他被权威摇滚杂志《滚石》评为摇滚乐史上最伟大的吉他演奏家。他是摇滚电吉他的开山鼻祖，更是第一位使用踏板和效果器录音的人。他对摇滚乐演奏形式的巨大贡献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有趣的是，他的吉他和他的琴技都是自学的，而且呢，他还是个左撇子，因此他的有些吉他在世界上呢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是按照原本的结构呢反向安装，就是为了去适应他左手演奏的这个习惯。吉米拥有时间最长的一把吉他，是他1951年花了$25在纽约买的。这把易普风 FT79 木吉他，在2016年12月以20.9万的成交价卖出，和美元差不多是27.4万左右，和人民币呢大概是190万左右。从被吉米抓在手里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注定成为吉他中的传奇。有点扯远了，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位吉他天才，于1970年9月，在自己的酒店房间内，因为过量的服用安眠药，死于呕吐物造成的窒息。说白了就是被自己的呕吐物给呛死的。那时呢，距他28岁的生日还有2个多月左右。这位我就不多说了，是我的最爱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看我上期的视频，对他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。吉姆·莫里森，这位也是很有名气的一位创作性歌手，他曾是美国乐队门的主唱。吉姆有很深厚的艺术学识，他热爱诗歌，是尼采的小迷弟。而且他这个玩摇滚的还是个高学历，是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毕业。他把文学的高雅和摇滚乐的感性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，这样独特的创作形式使他在当时的音乐圈里呢别具一格，是个极为稀少的宝藏男孩。可是就算是个文化人，吉姆呢也未能脱俗。在那个毒品酒精盛行的70年代，死神呢也不请自来了。1971年7月，27岁的吉姆死于家中的浴缸内，他并未进行尸检，所以至今死因成谜。官方给出的解释呢是毒品和酒精引发的心脏骤停。Jim Morrison, singer of the Doors, was found dead in his parents' apartment this morning. 然而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尾。吉姆的妻子帕米拉·库尔森也在吉米死后的第3年因吸食毒品过量去世，而他死亡时的年龄正好也是27岁。以上4位的离世呢，让人们惊叹于命运的巧合。民间一时舆论四起，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。可是话题的热度呢，总会过去。随着时间的流逝呢，人们也渐渐地淡忘了这件事。20多年转瞬即逝，转眼呢就来到了1994年。就是在这一年的4月，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世界各地娱乐媒体的头版头条。Shocking discovery this morning. Kurt Cobai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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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s dead. 世界顶级乐队涅槃 Nirvana 年轻的主唱科德·科本突然在家中饮弹自尽，让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7岁。因为科本太有名了，所以在这里呢我就不做太多的介绍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听他的故事呢，请留言告诉我，不行呢我们就做一期来专门聊聊他。舆论在惋惜科本离世的同时，又再一次把27岁俱乐部这个现象搬出来讨论。
而且这次的热度比较之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可以说啊，是达到了大众对于这件事情关注的高潮。人们发现呢，这个可怕的诅咒啊，这么多年来啊，其实一直啊都是存在的，只是啊这期间去世的音乐家们名望呢都不及之前提到的那些巨星们，所以啊一直都没有被人们热议过。可是呢，他们也是行业内的佼佼者。除了科本以外啊，彼得是另一个被人们熟知死于27岁的摇滚巨星。他是70年代中期美国坏手指乐队的领导人，在乐队里呢担任吉他和词曲创作。在他的带领下呢，乐队的多首单曲荣登世界前10榜单，直到他的经纪人被某唱片公司告上法庭，然后玩起了失踪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。彼得呢，突然之间压力倍增，身兼数职的他呢，最终力不从心，财政赤字严重。1975年4月，几近崩溃的彼得在酒吧遇见了他乐队的成员汤姆·艾文。艾文就向他诉苦和抱怨，为了安抚队友，彼得撒谎说不用担心，他会想办法去解决眼前的这一切问题的。之后呢，便回到家，绝望地在车库上吊身亡，并留下遗言给怀孕的妻子和儿子。据说呢，他的遗言只有很简短的几句，而且是写在便利贴上。他说永远爱他的家人，并称做鬼呢也不会放过他的经纪人。他去世的时候离他28岁的生日呢还差3天，而他在酒吧遇见的队友汤姆·艾文也在7年后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米亚·萨帕塔，他是西雅图一带知名游字朋克 Git 乐队的主唱。那个年代如此有才华的女主唱还是比较少见的。米娅愤世嫉俗的长相和她火热的现场表演呢，让他们的乐队在1990年左右小有名气。可让他的乐队更加出名的是1993年的7月，27岁的米娅突然离世。凌晨3点，他被发现曝尸街头，生前遭受非人的虐待，被强奸和暴打，最后被活活勒死。杀害他的凶手也一直是逍遥法外的，多年之后呢，才因为一次偶然的 DNA 检测入库被缉拿归案。从20世纪中期开始呢，一直到现在的21世纪，这个27岁俱乐部就一直在不断的壮大，加入的成员也是越来越多。有不嫌事儿大的人就开玩笑说，上帝是不是也与时俱进开始追星了。好了，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。下一期节目呢，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话题，而且下期节目呢，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这个27岁俱乐部的成因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别忘了关注我，并对我的视频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